俄最大输油管线遭重创，黑烟冲天，燃烧不止。乌军突袭别尔哥罗德训练场，俄境9地遭大规模空袭。罗斯托夫市中心惊现连环爆炸，克里米亚大桥遇袭后陷重。普京住所周边部署12套防空系统，是整个莫斯科的1/5防空力量。扎波罗热北部战线告捷乌军夺回关键居民区。塞尔维亚再爆大规模抗议，武契奇宣布不参选2027。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交火最激烈，乌军稳住前线并反击。俄北方集团军司令拉平突遭撤职，疑因指挥不力受纠责。红军称俄军全台被歼，假扮乌军行动暴露。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乌涅察 Enichai 输油泵站近日发生大火，据消息是遭乌克兰无人机空袭所致。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证实，攻击目标为位于该州的乌涅察输油泵站，袭击引发靠近增压泵站大楼的严重火灾，现场并传出油罐区及主泵与增压泵区域发生多次爆炸。乌涅察泵站负责2条输油管道的石油运输，年运输能力高达6000万吨。俄罗斯媒体指出，失火地点为乌涅察线性生产调度站，这是全球规模最大、输送能力最强的有益输油管网 Druzhba Pipeline 的重要枢纽之一。乌克兰总参谋部在脸书发文指出，乌克兰无人机夜间袭击俄罗斯多处重要能源设施，包括布良斯克州的乌涅恰输油泵站。总参谋部称，支援泵站大楼区域发生损坏和大规模火灾，在油库区域以及主泵和辅助泵所在区域听到了爆炸声。乌克兰军方没有详细说明此次袭击是否中断了输送，并表示有关袭击后果的详细消息目前正在核实。在俄军对乌克兰训练场发动偷袭后，乌军迅速展开反击。突发消息显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的军事训练基地遭到重创。据麦氏报道，当地时间8月13日前后，别尔哥罗德的训练场一带突然起火，浓烟滚滚。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俄军直升机停机坪也冒起黑烟，伴随间歇性爆炸声。而在此前，俄方监控频道曾记录乌军大2次无人机飞抵目标区域，带来强烈轰鸣声。早前，俄军曾使用集束弹药偷袭乌克兰境内的军事训练场，造成1名士兵身亡。随后，乌军对别尔哥罗德展开报复，不仅攻击训练基地，还摧毁了俄军的无人机操作中心。现场视频显示，乌军的 FPV 无人机通过精准定位锁定了俄军操作员住所，并投掷多枚炸弹将建筑群夷平，操作中心被浓烟笼罩。与此同时，乌克兰昨夜对俄罗斯至少9个地区发起大规模空袭。除了别尔哥罗德外，库班、坦波夫、布良斯克、沃罗涅日、利佩茨克、萨拉托夫、罗斯托夫及伏尔加格勒均有无人机活动。在伏尔加格勒，乌军再次击中俄军炼油厂，引发大火，这是该油厂近期内的第3次遭袭。当地州长声称，俄军拦截了所有空袭，但坠落无人机残骸引燃了油罐。尽管俄方屡次以类似说法解释，但卫星图像已确认至少3座油罐被毁。频繁空袭已让俄军工厂员工在听到无人机警报时本能逃离。近期，在俄罗斯的欧森仓库就发生了这一幕，但万万没想到，这是俄军自导自演的一出戏码。当人群聚集后，俄方的便衣官员开始分发征兵令，将员工逐一入伍，让在场人员陷入困惑。最新消息称，俄罗斯顿河畔罗斯托夫市中心发生剧烈爆炸，俄军方面紧急宣布，当地正面临导弹袭击威胁。据 Astra 等媒体报道，莫斯科时间8月14日，罗斯托夫市连续传出多声巨响，爆炸主要集中在特尔马纳街与莱蒙托夫斯卡亚街一带。俄媒声称这是乌克兰发动的空袭，并公开了一段疑似无人机袭击市中心的画面。视频中，一架乌军新型无人机缓缓掠过罗斯托夫上空，随后直扑目标并引发大火。
远处还能清晰看到建筑物爆炸坍塌的瞬间，浓烟随之腾起。目前基辅方面尚未作出回应，袭击细节仍不明确，也不清楚现场火灾是否由无人机残骸引发。罗斯托夫代理州长斯柳萨尔警告，当地或仍存在导弹威胁。卫星图像尚未公布，更多判断还需等待。与此同时，乌克兰多个居民区也遭到俄军轮番轰炸。另据报道，乌克兰安全局局长马柳克在接受采访时谈及克里米亚大桥袭击。他表示，该大桥的攻击已成为安全局的标志性行动，此前3次打击已让其功能受限。俄军不再通过大桥运送军事物资，并禁止超过5吨的卡车通行。马柳克强调，乌方将持续打击，直至彻底摧毁这座桥。他还披露了驻网行动的更多内幕。乌方情报人员曾在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以假物流公司的名义，在俄安全部门眼皮底下布设大量无人机与炸药。原计划定在5月9日俄罗斯胜利日实施，但因运载卡车的俄籍司机醉酒误事，行动延迟了1个月。这些司机全然不知运输的竟是无人机。最终，行动仍圆满完成，摧毁了俄军数十架战机。乌克兰对莫斯科及周边地区的空袭持续加剧，这迫使俄军不断加强防空部署。有消息称，普京住所周边目前已部署12套防空系统。根据 Ausent 分析师最新卫星图像显示，普京瓦尔代住所的防空系统数量已经从7个增至12个，几乎翻倍。这些系统均为高成本的铠甲 S1。此外，分析人员还在住所附近发现至少1套 S-400防空系统。这意味着普京住所的防空力量已占据整个莫斯科防空设备的约20%。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莫斯科这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首都已部署60个防空阵地。尽管克里姆林宫尚未对此做出官方回应，但俄方明显在加紧防空部署。此前还有消息称，莫斯科新增加了15套防空系统，但它们主要是苏联时期的 Pantsir 型号。这凸显出乌克兰空袭力度之大，核心城市莫斯科几乎每天都可能受到威胁。机场经常因此被迫关闭，航班取消事件频发。俄罗斯国内弥漫着紧张气氛，即便远在达达斯坦，局势也不例外。近期有4名俄军士兵在田野进行 Orlan 实无人机训练时，被当地警方误认乌克兰特工而拘捕。原因是乌军在过去1周已连续2次空袭达达斯坦，目标锁定喀山附近的无人机工厂。接下来，普京将启程前往阿拉斯加与特朗普会面，他的安保措施也备受外界关注。与此同时，泽连斯基正在欧洲访问，结束德国行程后将前往伦敦与英国首相斯塔默会晤。在柏林，德国总理梅尔茨宣布对乌克兰提供总额5亿欧元的新一轮援助。按照程序，基辅将列出急需装备清单，由德国用援助资金采购美国武器，使前线乌军能够更快获得急需的军事装备。最新前线消息显示，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战线发起了大规模反攻，目前已收复卡缅斯基镇北部的大片住宅区。据俄方军事频道报道，乌军多支部队联合行动，包括第21突击团与第128旅，主攻方向锁定卡缅斯基北部和东北部，持续向俄军阵地发起反击。经过数昼夜激烈交战，乌军已成功夺回北部住宅区。实际上，乌克兰对扎波罗热的反攻早在7月底就已启动，当时乌军推进至奥里西夫市一带。俄军为稳住南部战线，不断向扎波罗热增派兵力。整体来看，双方争夺战仍将长期持续。与此同时，乌军在昨日还炮击了赫尔松及扎波罗热的多处军事设施，包括俄占托克马克和梅利托波尔在内的目标都遭受重创，第聂伯河左岸及别尔江斯克港口也发生爆炸事件。扎波罗热核电站同样成为关注焦点，双方均指责对方企图破坏。核电站上空的浓烟再次提醒外界，俄乌战争短期内难以结束，美俄与欧洲的角力仍在持续。在东部顿涅茨克战场，俄军此前偷袭乌军阵地后遭到毁灭性反击。俄军冲锋队一度袭击乌军防御工事15公里处，
而乌克兰快速反应部队在48小时内进行了猛烈回击。初步统计显示，乌军在战斗中击毙151名俄军，击伤70余人，俘虏8人。乌方对俘虏进行审讯，获取了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部署情报。总体来看，从扎波罗热到顿涅茨克，俄乌前线交火愈发激烈，但整体战局仍呈焦灼状态，俄军尚未获得决定性突破。塞尔维亚再次爆发大规模抗议，并演变为街头暴力冲突。与此同时，现任总统武契奇明确宣布，他不会参加下届总统选举。据 Nexta 报道，当地时间8月13日晚，首都贝尔格莱德及其他城市的抗议活动持续升级，反对者再次将矛头指向武契奇，要求其辞职并提前举行总统选举。随后，亲政府民众也走上街头，声援武契奇，并指责反对派受外国势力支持。抗议最终演变为冲突，截至目前已造成至少60人受伤。贝尔格莱德上空弥漫着紧张气氛。武契奇对此回应称，抗议者试图将塞尔维亚拖入战争，并强调安全部门将坚决阻止任何暴力行为。更引发国际关注的是，武契奇当着到访的奥地利总理克里施托克尔面公开表态，表示自己不会参加2027年的总统大选。当时，奥地利媒体记者询问其个人参选计划及对持续9个月抗议活动的看法。武契奇重申，选举将在法定期限内举行，而非由抗议者或外媒决定，并强调自己不会参选，但会支持那些能够引领塞尔维亚走向未来的人参选。武契奇所称的未来，他此前曾表示，塞尔维亚将继续走欧洲道路，寻求加入欧盟。但实际上，他一直试图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保持平衡，避免得罪任何一方。此平衡能维持多久仍存疑问。此前，俄方情报部门指责塞尔维亚向乌克兰出口炮弹。尽管武契奇随后下令暂停武器出口，并称此前出口是企业个人行为，但这似乎未能令莫斯科满意。事实上，塞尔维亚是乌克兰弹药的最大供应国之一。武契奇也暗示，他不会切断国内工人的生计，以维持国家内部稳定。2025年8月14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268天。引用乌总参发布的最新战报，在过去一天里，前线共爆发了126次战斗。过去24小时内，乌克兰前线战线整体变化不大，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仍是最激烈的交火区域。据 Politico 报道，红军村北部多布罗比利亚方向，试图前进17公里的小股俄军在亚速第一军团为主力的乌军拦截下被击退。尽管俄方随后投入战略预备队企图扩大攻势，但遭到乌军彻底击溃。经过一昼夜激烈战斗，乌军共击毙俄军第132摩步旅151人，打伤78人，俘虏8人。相关视频也证实了这一情况。乌军目前正在加强对渗透俄军及增援部队的打击力度，并通过一系列反攻行动稳住了该方向的局势。红军村其他方向，俄军并未取得明显进展，而乌军第79旅在波克罗夫斯克正面的舍甫琴科以北突破俄军防线，夺回约2平方公里土地。在南线扎波罗热与赫尔松，乌军火箭炮部队和空军持续打击俄方军事设施。据俄罗斯军事博客报道，第聂伯河左岸的军事设施以及扎波罗热州梅利托波尔和别尔江斯克基地遭受猛烈打击，初步统计伤亡惨重。截获的赫尔松左岸俄第14军士兵通话中，有人惊呼：“该死！他们把一切都烧了，我们完蛋了！”无人机操作员掩体都被烧光。总之，这是一场灾难。8月13日的地理定位镜头显示，在哈尔科夫东北方向作战的乌军第57旅正在沃夫昌斯克市区推进，而俄军在镇东北的大布尔卢克村方向推进约400米。莱曼方向，乌军击溃俄军第25级团军突击队，正向里德科杜布东南部推进。俄军则攻占了博罗瓦以东的泽列尼盖村，其余方向仍呈反复争夺状态，谢列布良斯克森林一带沦为交战区。俄罗斯外交部新闻与信息司副司长法杰耶夫8月13日称，随着俄美会谈临近，基辅当局加大了针对俄罗斯地区的军事行动。
他透露，仅8月12日至13日凌晨，俄方就拦截并摧毁了46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周，乌方无人机袭击已造成127名俄罗斯公民死伤，其中22人死亡，105人受伤，包括6名未成年人。值得注意的是，俄方此前很少公布乌军袭击的人员伤亡数据，而此前开战初期甚至用烟头引发火灾掩盖袭击。近期，俄方突然公布127名平民死伤，真实性仍难判断。国际动态方面，俄媒报道，勘察加半岛克柳切夫火山于13日喷发，火山烟柱高达12千米，当地航空危险等级已被提升至最高红色，地质活动活跃，可能随时发生更大规模喷发。此外，乌军第24机械化旅无人系统营于8月13日在基辅无人机展览会上展示了新型多用途重型轰炸无人机 MORA。该无人机经过实战检验，可摧毁俄军防御工事和大型军事装备，还具备远程布雷功能。美国总统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定于8月15日在阿拉斯加举行双普会，国际舆论广泛关注此次会晤可能对美俄关系及乌克兰局势带来的影响。就在会议前夕，俄罗斯北方集团军司令、陆军上将亚历山大·拉平 （Alexander Lapin） 突然被宣布解职，引发网友热议，对其被撤职原因及潜在后果展开广泛讨论。据腾讯网国际专栏蓝星笔记报道，拉平曾在车臣战争中立下战功，并于2015年率领第58集团军远征叙利亚。当地时间8月10日，俄罗斯官方宣布拉平解除北方集团军司令职务，其原岗位预计由现任西方集团军司令、陆军上将叶夫根尼·尼基弗罗夫 （Yevgeny Nikiforov） 接任。蓝星笔记指出，拉平突然被撤职的主要原因与北方集团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防御漏洞有关。自乌军在库尔斯克发起反攻以来，俄罗斯国内质疑拉平无法有效指挥防守的声音不断，包括车臣领导人拉姆赞·卡德罗夫 （Ramzan Kadyrov） 也多次公开批评其战略失误。此外，文章分析称，俄罗斯军方撤换拉平的另一潜在原因，可能是希望通过撤掉强硬派军官，向川普政府释放和谈信号，为后续调整边境政策或实现边境非军事化创造条件。蓝星笔记强调，拉平解职不仅是俄军高层的人事调整，也反映出俄罗斯在复杂局势下的多重博弈策略。通过制造战略不确定性，俄方或希望在谈判中争取更多主动权。然而，临时换将对俄乌前线以及美俄关系的具体影响仍需进一步观察。另一方面 ，X 推用户老司机持不同观点，认为拉平近期指挥的一系列战役均未达到俄军高层预期。包括自2024年初夏开始的第2次哈尔科夫战役及2025年对苏梅的攻势，前者战线长期停滞在沃夫昌斯克，后者虽持续数月，却未能推进前线，甚至遭到乌军反攻。老司机指出，拉平被解职的直接原因是前线指挥作战不利，未能取得突破，令普京震怒。但他也强调，拉平个人能力有限虽显而易见，但真正让俄军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发动战争的普京本人，普京才是俄军表现不佳的最终责任人。在平民存在让战场更复杂的背景下，乌军巧妙利用无人机突破重围，展现了现代战场上无人机在侦察、机动与精准打击方面的卓越能力。英国《每日电讯报》8月14日报道，红军城2名退休老人指引乌克兰无人机，精准打击了俄军特种部队 DRG 的藏身地点。报道称，俄军 DRG 身着便装藏匿于平民中，令乌军难以识别敌我。他们的主要任务包括：1. 突袭乌军步兵及轻型装甲车辆，以瘫痪后备力量；2. 向当地民众散布虚假信息，试图削弱乌克兰民众对国防军 UAF 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当乌军抓获一名俄军 DRG 人员时，他竟穿着乌克兰情报局 HER 制服，由此可见，平民环境确实让战场辨识更加复杂。面对这种复杂环境，乌军充分发挥无人机优势。专栏作者 @Rainbow7852 在 X 发布的画面显示，乌克兰国民卫队斯巴达第3旅
陆军第152独立列兵旅以及马扎尔鸟无人系统部队协同作战，通过侦察无人机锁定俄军装甲与突击部队，配合火炮摧毁了红军城北部约1排入侵士兵。同日，乌军第25突击空降旅巧妙使用一架光纤无人机，悄无声息地进入藏有4名俄军的掩体，实施精准打击，再次彰显无人机在现代战场上的侦察、机动和精确打击能力。此外 @Rainbow7852 指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德国总理梅尔茨完成重要会晤，讨论进一步加强盟友和合作伙伴支持，增加对乌国防援助，以及德国参与新爱国者 Patriot 计划等议题。双方达成共识，只要俄罗斯不走向和平，盟友将继续施压，并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